西漢開國功臣大多結局慘淡，韓信被殺，彭越、英布誅滅，蕭何屢遭猜忌入獄，周勃晚年蒙冤受辱，張良不得已歸隱避世。但有一人例外，他歷經高祖、惠帝、呂後、文帝四朝，長期身處權力核心，屢陷政治危局，飽受非議，卻始終屹立不倒，最終位极人臣，得以善終。這個人就是陳平。後世評價陳平，多稱其擅長權謀，世故圓滑，算不上傳統忠臣。但縱觀漢初政局，一味剛直的人大多下場淒慘，唯有陳平能亂世立功，朝堂自保，危居安漢，既能穩定社稷，又能保全自身。本期視頻我們客觀梳理陳平的一生，看懂這位四朝老臣的處世之道與政治智慧。第一章，窮小子的野心從分肉開始。咱們聊漢初歷史，有一個人特別特殊。開國功臣裡，韓信被殺，彭越被剁，英布造反身死，蕭何一輩子小心翼翼，屢次被劉邦猜忌下獄，周勃晚年差點冤死獄中，張良看透世事，直接歸隱修道。唯獨陳平從頭到尾身在權力中心，四朝為官，歷經劉邦、惠帝、呂後、漢文帝，一輩子風浪不斷，卻次次化險為夷，最後位極人臣，平安善終。很多人說陳平是陰謀家、滑頭、沒氣節，但你仔細看完他一輩子就會明白，漢初最懂人性、最懂政治、最會保命、最能做事的人就是陳平。陳平是河南陽武人，標準的寒門子弟，從小沒爹，跟着哥哥陳伯過日子，家裡窮得叮當響。別的窮人家孩子天天下地幹活養家糊口，唯獨陳平地不種，活不幹，整天讀書遊學，到處交朋友。鄉里鄉親沒人看得上他，都說這小子好吃懶做，游手好閒，是個廢人。可他哥哥陳伯看得通透，知道弟弟不是池中之物，寧願自己累死累活種地養家，也要供弟弟讀書。甚至因為老婆吐槽陳平，陳伯直接把妻子休了，專心供地求學。陳平年輕的時候，鄉裡有祭神分肉的習俗，每年都分不匀，吵架爭執是常事，唯獨陳平主持分肉，分得清清楚楚，公平公正，老老少少都沒話說。分完肉，陳平說了一句狂得沒邊的話：我要是能治理天下，就像分着鍋肉一樣，公允公道。一個吃不上飽飯的窮小子敢說要宰治天下，這份心氣就注定他這輩子絕不會困在鄉野。陳平長得高大帥氣，儀表堂堂，可家裡太窮，沒人願意把女兒嫁給他。當地有個首富叫張富，眼光獨到，看中了陳平的氣度，認定他日後必富貴，硬是要把自己守寡5次的孫女嫁給他。張家的財力直接盤活了陳平的人生，有錢之後他不用為生計發愁，四處結交豪傑，游走士人圈層，積攢了一輩子受用的人脈和眼界。可以說，沒有這門婚事，就沒有後來的名相陳平。第二章，2次跳槽，看透亂世老板。秦末大亂，天下起義四起，讀書人終於有了出頭的機會。陳平第一時間出山，投奔了魏王魏咎，做了太仆。他給魏王提了很多實用建議，可魏王這人昏庸剛愎，聽不進忠言，身邊小人還天天打陳平的小報告，造謠詆毀。陳平一看這老板沒格局，沒眼光，跟着他早晚翻車，果斷辭職跑路。離開魏王之後，陳平轉頭投奔了當時風頭最盛的項羽。項羽這人武力蓋世，打仗無敵，但做人做事有個致命短板，任人唯親，多疑刻薄，有功不賞，有錯重罰。陳平跟着項羽入關滅秦，立了不少功勞，也拿到了爵位。可他早就看透了項羽的性格短板。公元前205年，殷王司馬炎叛楚，陳平奉命平叛，順利搞定叛亂。結果沒過多久，劉邦打過來，
又把陰地占了。項羽不講道理，不看局勢，不問緣由，直接要殺之前平叛的所有將領。陳平心裡一清二楚，跟着这種老板幹活有功，未必賞，出事必定背鍋，遲早死無全屍。於是他做了一件極其體面的事，項羽賞的官印、黃金一分不動，全部封存歸還，自己孤身一人跑路。逃亡路上，船夫看他像個貴人，想謀財害命。陳平二話不說，脫光衣服幫船夫撐船，擺明自己身無分文，硬生生靠冷靜撿回一條命。這就是陳平的生存法則：不賭運氣，不逞強硬，絕境之中順勢保命。第3章，滿身黑料，照樣站穩漢營。離開項羽後，陳平通過魏無知引薦見到了劉邦。兩人一聊天，劉邦立馬發現這是個頂級人才，看問題通透，謀士精準，當場破格重用，任命為都尉、參城，掌管護軍大權，監督全軍將領。這下漢營炸鍋了，一幫沛縣起家的老兄弟周勃、灌嬰這幫戰功赫赫的老將徹底不服，一個屢次跳槽的將臣一來就壓在眾人頭上，誰能忍？於是眾人集體彈劾陳平，給他扣了3頂大帽子：反覆無常、私德敗壞、收受賄賂。黑料滿天飛，滿營上下沒人不說陳平人品差。劉邦也起了疑心，先罵了引薦人魏無知。魏無知說了一句特別實在的話：陛下爭天下，要的是能定國安邦的人才，不是只會守規矩的老好人。陳平的謀略能幫你贏天下，私德的小瑕疵根本不值一提。劉邦還是不放心，當面質問陳平。陳平的回答堪稱職場教科書，他沒有辯解謠言，也沒有賣慘訴苦，直白說道：魏王，項羽不納忠言，我無路可走，才來投奔陛下。我初來乍到，一無所有，不收錢財，就沒法辦事。我的計策如果有用，陛下就用；如果沒用，我把錢全部上交，立刻走人。簡單、坦誠、務實。劉邦瞬間醒悟，這人不虛偽，不裝清高，是能辦實事的真人才。不僅不再追責，反而更加信任陳平，提拔他做護軍中尉，全權監督諸將。自此，沒人再敢詆毀陳平，他徹底在漢營站穩了腳跟。第4章，6出奇蹟，硬生生幫劉邦打贏天下。楚漢爭霸，劉邦多次瀕臨絕境，好幾次都是陳平出手，硬生生逆天改命。史書所說的6出奇蹟，每一次都是救命定鼎的關鍵。第1計，重金離間，廢掉范增。荥陽對峙的時候，劉邦被項羽死死圍困，走投無路。陳平請劉邦拿出4萬斤黃金，不用報賬，不用請示，全權由他支配，專門用來離間楚軍內部。他花錢收買間諜，到處造謠，說鐘離莒等大將功勞蓋世，卻得不到封地，準備投靠劉邦。謠言越傳越真，項羽本就多疑，直接疏遠了這幫嫡系武將。搞定武將之後，陳平瞄準了項羽唯一的智囊范增，他故意怠慢項羽的使者，假裝只敬重范增，輕視項羽。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小動作，讓項羽徹底懷疑范增通漢。范增忠心一輩子，到老被主子猜忌，心寒至極，辭官還鄉，半路悲憤而死。項羽沒了范增，等於自斷大腦。楚漢爭霸的勝負從這一刻就已經定了。第2計，金蟬脫殼，荥陽救主。范增死了，楚軍的圍城依舊沒鬆。陳平安排2000女子深夜從東門出逃，吸引全部楚軍的注意力，又讓紀信假扮劉邦出城投降。全軍楚軍都在歡呼慶祝，放鬆警惕。陳平帶着劉邦從防守空虛的西門悄悄跑路，等項羽發現被騙，劉邦早就逃出升天了。第3計，穩住韓信，合圍滅楚。
韓信平定齊國後，派人來向劉邦要假齊王的封號。劉邦當時正被項羽吊打，一肚子火，當場就要罵人。陳平、張良趕緊踩他的腳，及時勸阻。兩人看得太明白，韓信手握重兵，遠在齊地，當下根本惹不起，惹怒韓信。他一旦自立，劉邦必敗無疑。劉邦瞬間秒懂，順勢大方冊封韓信為真齊王，徹底穩住韓信。後來垓下合圍，全殲楚軍，項羽自刎。這一步鋪墊至關重要。第4計，偽游雲夢，兵不血刃擒韓信。漢朝建立後，韓信成了最大的內部隱患。有人告發韓信謀反，所有武將都喊着要帶兵討伐，唯獨陳平冷靜分析，劉邦的兵不如韓信精，將領不如韓信能正面打仗，勝算為零，硬打就是自取其辱，重啟戰亂。於是他獻上一計，讓劉邦假裝巡遊雲夢澤，順路到楚地會見諸侯。韓信沒有防備，必然親自覲見，到時只需一個武士就能輕鬆擒住。果然，劉邦不費一兵一卒，輕鬆拿下韓信，把他貶為淮陰侯，不動聲色化解了開國最大的內亂危機。第5計，白登解圍，救回劉邦一命。劉邦北伐匈奴，輕敵冒進，北冒頓單於40萬大軍圍困白登山，7天7夜，糧草斷絕，凍餓交加，眼看就要全軍覆沒，命喪當場。滿朝文武束手無策，又是陳平出秘計，他抓住匈奴王後，惡事善妒，怕失寵的弱點，派人帶重金和美人畫像遊說，說漢朝準備獻絕色美女求和。惡事怕美人來了自己失勢，連夜吹枕邊風，勸單於撤圍。單於本就多疑，顧慮援軍，最終放開缺口。劉邦僥倖突圍，撿回一條性命，也保住了新生的大漢王朝。第5章，加俸做人，最頂級的自保智慧。劉邦晚年猜忌心極重，聽聞樊噲親呂，日後可能偏袒外戚，直接下死命令，讓陳平、周勃去軍中斬殺樊噲。這是一道必死的難題。樊噲是開國元勳還是呂後的妹夫？殺了樊噲，劉邦一死，呂後必定報仇，陳平必死。不殺樊噲就是違抗聖旨，當下就是死罪。換作一般人，早就慌了手腳。陈平的做法堪稱千古教科書，不殺不放，只把樊噲抓起來押送回京，把最終處置權交給劉邦自己。果不其然，囚車還沒到長安，劉邦駕崩了，呂後掌權，一旦追究，奉命殺樊噲的人必死無疑。陳平得知消息，立刻快馬趕回長安，跪在劉邦陵前大哭，當眾講明自己保全樊噲的經過。呂後一聽就懂，這人懂事，留了情面，不僅不追責，還徹底放下了對他的戒心。漢惠帝死後，呂後臨朝稱制，想封呂氏子弟為王，違背劉邦非劉氏不亡的白馬之盟。丞相王陵硬剛呂後，堅決反對，氣得呂後直接把他罷官架空。而陳平、周勃當眾表示認可，王陵痛罵二人谄媚沒骨氣。陳平只回了一句話：當庭直諫，我不如你，保全社稷，留存劉氏江山，你不如我。這就是格局。王陵爭的是一時的氣界名聲，陳平保的是大漢的根本江山。後來呂堅多次在呂後耳邊詆毀陳平，說他不理政事，終日飲酒享樂。陳平乾脆順勢擺爛，天天喝酒玩樂，不問公務，主動自污，視若放權。他就是要讓呂後覺得自己是個胸無大志、沉迷享樂的廢人，沒有任何威脅。靠着這一手自污，呂後一朝大肆清洗老臣，唯獨陳平安然無恙，穩居相位。第6章，諸呂安流，定鼎漢室江山。公元前180年，呂後病逝，呂氏子弟掌控禁軍，把持朝政，圖謀篡奪劉氏天下，漢室江山危在旦夕。隱忍多年的陳平終於不再裝廢人，直接出手，雷霆布局。他聯合周勃、
設計瓦解呂氏兵權，先逼呂祿交出北軍兵權，再派人誅殺掌控南軍的呂產，一日之內徹底肅清呂氏核心勢力，平定外戚之亂，把江山穩穩還給劉氏。亂局平定之後，陳平帶頭擁立代王劉恆入京即位，也就是後來的漢文帝。可以說，沒有陳平，呂後死後，漢室大概率會天下大亂，江山易主。誅呂安劉，擁立明君，是陳平一生最大的社稷之功。第7章，功成身退，通透處世得善終。漢文帝登基後，論功行賞，陳平是首功，卻主動退讓，把右丞相的位置讓給周勃，自己退居次位。他心裡太清楚，周勃手握兵權，有擁立軍功，自己位居其上，必然引發將相不和，君主猜忌。主動退讓是避禍，是格局，是智慧。後來朝堂問政，漢文帝問周勃天下形勢，錢糧數目。周勃一介武夫，一問三不知，滿頭大汗，窘迫不堪。文帝轉而問陳平，陳平從容應答，各司其職。刑獄問廷尉，錢糧問內史，宰相不須包攬細務。緊接着他一句話點透宰相真諦：宰相上輔天子，調和陰陽，下安百姓，規整百官，鎮撫四方，穩定朝野。漢文帝聽完心悅誠服，周勃也自知能力不及，不久後辭官歸隱。陳平獨掌相權，無為而治，休養生息，穩定了漢初動盪的政局。公元前178年，陳平病逝長安，善始善終，諡號獻後。在漢初功臣裡，這是極其難得的圓滿結局。第8章，功過評說，被誤解的頂級智者。後世很多人看不起陳平，說他反覆無常，詭計多端，擅長媚上，沒有風骨。但我們縱觀漢初全局就能明白，陳平從來不是小人，只是不做迂腐的君子。他不追求虛名氣節，只追求實效大局。別人寧折不彎，以身殉名，他屈身有度，以身保國。別人在朝堂爭對錯，他在亂世、危局、權力漩渦裡，一次次保君主、保江山、保功臣、保自身。他一輩子用的是陰謀，守的是正道，表面圓滑世故，內裡通透清醒。四朝風雨，權力滔天，滿朝功臣起落沉浮，大多不得善終，唯獨陳平立身40餘年，立功不傲，掌權不貪，臨危敢斷，安居能讓。這就是陳平，被世人低估，被史書誤讀，卻是漢初最頂級的權謀智者，最通透的治世名相。